尊敬的各位来宾、线上的用户朋友、媒体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深蓝汽车邓成浩，欢迎大家莅临深蓝汽车4周年品牌上新季及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的进阶发布会。今天呢，我们不仅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全新的产品，也希望更多人都能拥有顶级智能辅助驾驶的美好的体验。进入智能新能源的时代，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啊：用户的心里，一辆真正的好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不仅仅是我的问题，而是我们千千万万用户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大家的诉求啊很清晰，归结起来就是2个核心：第一是更高效、更省心的电动化，比如说大家的观点是续航要扎实，长途通勤不焦虑，充电速度要快，补能极速不误事儿，能耗要低，用车的成本足够省，动力要强，开着顺畅了，不拖沓。第二是更安全、更懂理的智能化。在智驾方面啊，大家希望它要准，能预判，能避险。车机方面，大家希望它操作很简单，好上手。在体验方面，大家希望它很值。我们不能花冤枉钱，是吧？要花钱不多，最舒适。在配置方面要精，贴合日常，不要有鸡肋的体验。这就是咱用户啊最朴素、最迫切的期待。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问题啊，面对千千万万用户的真切的期待，深蓝在2023年品牌战略发布上就明确了我们品牌的2大使命：第一，电动平权，加速电动时代；二，智能平权，普及全民自驾。在电动平权方面啊，深蓝致力于打造更省、更爽、更安全的电动化体验，其中包含了3个核心支柱：第一，原力超级电驱；第二，原力智能增程；第三呢，金钟罩电池。咱首先来看看原力超级电驱啊，这是经过100万用户真实考验的成熟的技术。从2022年6月，我们第1台深蓝原力超级电驱下线至今，45个月的时间，我们实现了累计100万台的下线。这100万台的背后啊，是用户的信任，是品质的可靠，更是我们打造电动平权最坚实的底气。2022年，我们推出了原力超级电驱 1.0。以多合一深度集成架构成为了行业的引领者，我们系统的工况平均效率达到了89.2%。在今天大家看起来这个值已经不太领先了，在当时啊，其实它树立了行业的标杆。第一个标杆是我们的技术架构是多合一，第二是它的系统的工况平均效率达到了超过89%的水平。那到了2024年，我们全面升级为我们的原力超级电驱 2.0， 系统的工况平均效率进一步提升到了92.59%，功率密度2.67千瓦每公斤，动力更强了，能耗更低了，体积更小了，重量也更轻了。而面向下一代啊，在今年我们即将落地我们的原力超级电驱 3.0。 在我们100万下线的时候，我给大家小小做了个解密啊，我们的系统工况平均效率进一步提升到了94.13%，功率密度更是来到了4.25千瓦每公斤，做到了同级全球第一。那在原力智能增程方面啊，在增程技术这条路上，我和我们的团队始终坚持了一个最朴素的标准，就是增程是发动机和发电机构成的系统，那咱得既懂发动机又懂发电机，这样的增程
才是好的增程。早在2022年啊，我们推出了原力智能增程 1.0， 实现了一升油发 3.3 度电。我们是在行业里第一个提出一升油发多少电这个概念的一个品牌。那到了2024年，我们升级了原力智能增程 2.0， 它迎来了全面的突破，再次刷新了记录。一升油发 3.7 度电，16:1的超高压缩比， 1.45全球量产最高的我们发动机缸径行程比，我们150毫焦高能点火系统也是全球首发的，以及 44.39% 的新南京增程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我们把增程的效能、静谧、可靠性都做到了极致，解决了用户的续航焦虑、补能焦虑、噪音焦虑，让增程出行真正做到了和纯电一样舒服，和燃油一样没焦虑。那在电动出行方面有一点永远是底线，那就是安全。而深蓝在安全上给的答案，就是我们的金钟罩电池，对吧？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安全，长寿命、终身质保，真安全，绝对可靠，100万零过热、零自燃。这不是口号，而是经过权威认证的事实。我们的金钟罩电池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和中国知识产权发明专利的金奖，这是国家认证的技术实力。咱说完电动平权之后我还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另一个使命。深蓝还一直致力于实现智能平权，普及全民自驾，打造更安全、更好用、咱用户用得起的智能辅助驾驶，带来更聪明、更懂领的智能交付体验，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每一次的出行。普及全民自驾，深蓝和华为一直在行动。2024年，我们首次将华为乾坤自驾带入到了20万以内的价格区间。今天，我们再次将华为乾坤激光版带入到20万以内。所以我跟金玉志老金讲，我说我的使命就一个，把华为乾坤的价格给打下来。2024年，深蓝 S07 首次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 SE。2025年，我们深蓝 S09 搭载了华为激光智能辅助驾驶和城区智能辅助驾驶。而今年我们再度携手，将华为激光智能辅助驾驶和城区智能辅助驾驶带入到了20万以内的价格区间。从起航到进阶，再到今天的越级，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更多的人都用上顶级的智能辅助驾驶。智能的进化不仅仅是自驾，当然还包括我们的智能交付的体验。深蓝的智能座舱一直是走在行业的前沿。早在2022年，我们就将7纳米的座舱的芯片搭载上车。2025年，5纳米的座舱芯片以及3纳米的座舱芯片分别上车，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同时，我们自研的 DeepOS 交互系统也在持续的迭代进化，不断定义座舱交付的全新体验。那么，讲完我们的智能平权和电动平权，讲完我们的一些战略，接下来我给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身边这台深蓝战略车型 S07， 它的出生到现在。深蓝 S07 作为深蓝的战略车型，2023年6月25号上市。在上市的时候，我们用深蓝超级增程重新定义了电动化。2024年华为乾坤 ADS SE 上车，重新定义了智能化。去年我们4大进阶，而且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 ADS 4 SE，
重塑了15万级科技智能中型 SUV 的新标杆。2026年，我们在这一次再次的定义电动平权与智驾平权的新标准。我们搭载了华为乾坤激光智能进阶版，打破壁垒，将激光智驾全面普惠至20万以内。从电动到智能，再到今天的激光智能，深蓝一步一个脚印，把顶级的技术变成用户触手可及的普惠的体验。那全新深蓝 S07 从出生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大单品，热销了全球80多个国家，获得全球超30万用户的严选。我们来看看啊，全球这81个国家和30万用户的用户口碑 TOP 5的关键词有哪些啊？我最近专门让团队拉了一组数据出来。第一个，高颜值，这3年的时间，这个车的颜值是时刻在线。2，高安全。3，长续航。4，智能辅助驾驶。5，底盘质感和驾控体验。每一次口碑的推荐呢，都是用户对我们的认可。当然，我想特别讲一讲这个高安全。安全呢，是车辆的底色。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些案例。我们深蓝 S07 在全球是如何保护我们用户周全的？有一个案例大家可能众所周知，2024年啊，一辆49吨的煤车在急速转弯的时候失控侧翻，一台深蓝 S07 被煤车压顶，车身是严重变形，但车内3名成员全部奇迹生还，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这得益于我们深蓝 S7 整个我们的成员舱的整个结构的高安全性。当然，事后我们这个用户啊，果断再次选择了一台深蓝 S7。那在2025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案例，一辆深蓝 S7啊被2辆大货车夹击，就是追尾夹击到中间，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这个事故下，我们深蓝 S7是 A 柱 B 柱我们的完好无损，我们用户也完全平安。在同年的8月啊，在海外，我们一个泰国一位用户开了我们 Deepo S07，在一个大雨天被失控的皮卡严重追尾，我们的自动驻车系统快速响应，稳住了车身。我们的车主在这个事故当中毫发无伤。这个车主感受到了我们 Deepo S07的强大的安全性能，也是在泰国果断再次选择了深蓝。每一次的我们并不想看到的这些事故的背后，都是对深蓝安全技术的实战认证。每一份用户的信任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那除了全球用户的信任，深蓝 S07的产品实力也得到了全球权威机构的一致认可。团队给了我摆了好多的奖项，我说这些别整那么多，我们只把一些最权威的给大家讲一讲。2024年啊，我们深蓝 S07拿下了中国 CNCAP、欧洲 ENCAP、澳洲 ANCAP 全球3重5星安全认证。在2025年，我们在 GD Power 这一个非常权威的研究报告里面，我们深蓝 S07斩获了中国新能源紧凑型插混及增程式 SUV 市场的新车质量研究和产品魅力指数研究双料的第一。同时在去年，我们也拿下了 NEV IQS 新车质量研究与 NEV Appeal 产品魅力指数研究的双项第一。这是权威机构对深蓝产品力最客观、最公正的认可，也是我们持续打磨产品品质的底气。
那全新的深蓝 S07始终注意倾听用户的声音，定义电动平权和智能平权的全新标准。我们坚持电动化和智能化双进化，为用户提供全场景的安心之前，以实打实的产品实力重新定义一台好车的标准。今天呢，我们在全新的深蓝 S07上给大家带来了2大核心杀手锏：一，华为乾坤激光雷达带来更安全、更懂您的智能的守护，全方位护航每一次出行；二，630公里超长纯电续航，带来更省心、更高效的出行体验。顶级自驾加持超长续航，双强加持覆盖城市通勤、跨省长途等全场景，让您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从容应对，轻松出行。全新深蓝 S07定位为长续航激光智能中型 SUV， 超长纯电续航，旗舰智能好车，普惠全民。今天我们带来的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我将从5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智驾真顶流，超充续航王，颜值要锋芒，100万舒享窗，稳行老司机。我们首先来看看智驾首先跟大家用户分享一下我们用户关于全新深蓝 S07智能辅助驾驶的 NPS 的表现。所谓 NPS 就是我们的用户净推荐值。首先我们用户从5个方面给了我们非常高的好评：一，华为乾坤智驾；二，侧向障碍物的防碰撞；三，自动紧急制动 AEB 和前碰撞预警；四，泊车的辅助；五，车道巡航辅助。当然，我们也从无数的用户的评价当中看到了咱深蓝的用户对于城区领航辅助功能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既然用户有需求，我们就来满足用户的期待。所以我们叫智驾真顶流，我们要把30万级的智驾带到20万以内，我们要把30万级的华为乾坤激光的体验带到20万以内，把华为乾坤激光的价格打下来，做到同级最强的城区智驾体验。那我得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华为乾坤智驾了，对吧？这是消费者好用、爱用的华为乾坤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截止到4月18号这是最近我看华为正在传播的数据，我们华为乾坤智驾已经累计辅助用户行驶的里程超过了100亿公里累计辅助泊车的次数已经达到了6.5亿次。那么平均在一次严重碰撞前，以安全的行驶里程 ADS 的辅助驾驶情况下，是中国平均值的4.2倍。什么意思？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的车型，我们的安全的应该行驶里程是普通车型的4.2倍以上。即使不开辅助驾驶，我们 ADS 人驾状态，因为我们有很多系统可以保障我们的主动安全，它也是我们中国用户平均道路安全行驶里程的2.87倍。所以咱可以得到一个数据，就是普通车辆的我们的行驶安全里程不如搭载了华为乾坤激光的搭载了华为乾坤的车型的我们的平均安全行驶里程，又不如我们 ADS 辅助驾驶下的我们的平均的安全行驶里程。那这次我们的硬件有哪些升级呢？先说说硬件升级。全新的深蓝 S07搭载了华为乾坤激光我们的 ADS4 Pro 增强版这么一个版本，27个传感器融合感知，
为高阶自驾功能提供了最精准、最可靠、最全面的环境感知基础。它还包含了1个激光雷达、3个4D 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和12个超声波雷达。那在软件方面，我们全新的 Viva 的架构也在快速的迭代，让华为乾坤智驾持续进化，越用越强。那我们一般都讲的是，我们叫算法、算力、数据，是我们智能辅助驾驶好与不好的3个基石。我们来看一下华为乾坤共享了云端算力、数据、算法持续的进化。那么，比如说在算力上 ，AI 的算力45亿 FLOPS， 华为升腾的训练集群国内第一。在我们的数据上，10亿公里的高质量的训练数据，相当于绕了地球2.5万圈，所以有大量的数据在训练我们的模型。第3个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法，4天1次的模型迭代的频率，越开越聪明，常用常新。那看一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激光视觉 Lemon，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技术啊。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激光和视觉集成到一起，一镜呢双模，是行业首创的共光路的光学架构。对于小目标的障碍物的探测距离，行业领先，精准识别。同时，它看得清、看得远。对于像30厘米的这种障碍物，检测距离比行业提升了43%以上。同时，由于我们集成在了一起，我们就把它装到了挡风玻璃里面。它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车底就没有了凸起的激光雷达，无风阻。同时，它也不易被遮挡。我们采用了创新的舱内的一体设计，激光雷达集成在前挡风玻璃的内部，不占空间，不挡视线，兼顾实用、安全和美观。这才是真正符合用户需求的设计。同时，我们是全固态的激光雷达的架构啊，它跟我们常规的激光雷达不一样。常规激光雷达其实它内部有一个旋转机构，在高速的旋转，它有声音。所以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因为它是一个全固态激光雷达，它就不用去做高速的旋转，所以它没有了声音，更加的静谧，同时也更加的可靠。这才是我们能装进舱内的一个很核心基础。同时，它没有机械运动部件，从源头上消除了噪音，改善了我们这个激光雷达的可靠性。同时，它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原来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有激光雷达，有摄像头，它们俩采到了信号之后，首先要做时空对齐。就像我们有些剪视频的我们的软件，把视频拿进去了，把声音和图画是可以分离的，但是它需要对齐。但是有了我们激光视觉 Lemon， 它实际上从物理上就实现了我们的整个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的信息的对齐，实现了零时差，不依赖于融合算法，3D 和2D 信息实时对齐，一步到位。当然，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不惧脏污，更省心。像我们传统的激光雷达，如果比如说下暴雪，对吧？它也有可能会遮挡它的激光雷达，同时也有可能用久了之后，有些脏污会影响它的激光雷达的视野。但是像我们的 Lemon， 它遇到离水、扬尘，无需额外的维护，不用手动的去做清洗的动作，视野始终清晰，彻底免去用户的后顾之忧。同时，我们的 Lemon 暗光检测更精准，傍晚通勤、夜间施工以及远的小目标都能精准捕捉，探测距离更远，夜间出行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以，为了体验这台车夜间出行的安全性，
前2天呢，我专门做了一场晚上的直播，在晚上夜战重庆山城，应该说在晚上的昏暗的场景下，这台车在智能辅助驾驶上的体验是极其好的，是行业最领先的。同时，我们的 Lemur 对异形障碍物识别更早，全场景覆盖。比如说锥桶、防撞桶、水马、三角牌、纸箱等异形障碍物，实现了精准的识别。例如，对一项30厘米乘以30厘米的一个纸箱，我们的检测距离高达115米，所以它的判断的里程非常长，远超了行业的水平。当然，智驾的终极目标是安全。我们要让华为激光不只是豪车配置。所以我刚刚说嘛，我的使命就是把华为的智能辅助驾驶价格给打下来。我们带来了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4.0， 拥有24项主动安全的能力，覆盖日常高频使用的所有场景，全方位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大家看一看夜间直到车后的行人，我们是110公里每小时。有上是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刹停的车速，夜间直到儿童黑衣鬼探头，我们80公里每小时，有上6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速度。夜晚禁止的假车，我们可以高达130公里每小时，有伤只能做到9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速度。夜晚的禁止儿童黑衣假人，我们可以做到120公里每小时，有伤只能做到90公里每小时刹停速度。同时，误踩加速踏板支持前后向的行驶，而友商没有此项功能。在最关键的安全性能上，应该说从对比数据上看，我们能够做到全面领先，给足用户十足的安全感。在16号的晚上，我刚讲，所以我专门开着咱这台全新的深蓝 S07，这不是开着，是坐着不好意思，我直播测了一把。我们这个车智能辅助驾驶，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一天下播之后我意犹未尽，我又开着这台车自己开的，我又去重庆的山城开了1个多小时，这一趟跑下来，更让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从上到下对全新深蓝 S07 华为激光智驾版本的智驾安全都特别的有信心。那大家都知道，华为乾坤在自动紧急制动 AEB 上绝对是行业领先的，越级的同等的实力。我们做过大量的测试什么白天儿童鬼探头，支持90公里每小时的 AEB 刹停，后向 AEB、倒车遇横穿儿童等等都支持。同时，除了我们的安全，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拥有同级标杆的行车辅助。覆盖了3大核心场景：城区领航辅助 NCA、高速领航辅助 NCA 和园区领航辅助 NCA。特别是这个城区领航辅助 NCA 是这一次全新深蓝 S07 最大的一次升级。那同级标杆级的城区领航辅助 NCA， 它能够精准地覆盖城市出行的所有痛点场景，复杂道路也能轻松拿捏。我们的城区 NCA 全部做到了同级领先，比如说智能环岛的通行，对吧？这种路况比较复杂，无保护左转的礼让精准识别，稳驾不慌。比如说在智能的载道会车，避免刮蹭、拥堵，自动变道，节省时间等等。智能掉头辅助上，专用掉头路段一把过。智能避障辅助上，全场景识别，主动避让，安全从容。再复杂的城市路况都能轻松拿捏。所以我16号那天晚上直播完了之后，我自己又去开了1个多小时。其实我去了一些比直播还更复杂的路，从整个过程的表现来看非常好。从直播那个1个多小时到我自己开的1个多小时，3个小时零接管。面对整个城市道路的一些复杂的一些危险，我们这个华为激光整个的全新深蓝 S07 也能轻松应对，预判呢更及时，刹停更果断，早1秒预判，快1步刹停，
无论是行人鬼探头，还是电瓶车横穿、斜穿等等，都能呢稳稳避险。复杂路况也能精准通过，过弯更稳健，操控更从容。无论是像这种无保护的左转，对吧？夜间的环岛，还是专用车道的掉头，都能像老司机一样稳准狠，通过每一个的弯角。同时，它能有效的规划路线，绕行也更加的智能，路途也更加的顺畅。面对施工改道，可以灵活的绕行。特殊车辆能智能的礼让，让我们少走弯路，一路顺畅直达。同时，它能实时感知路况，变道也更流畅，全程也更自在。即使是新手，也能舒服的变道，驾驶啊也能够更加的有底气。那讲完我们城区智能辅助驾驶，我们来看看高速领航辅助 NCA。当然，我们本来全新深蓝 S07之前就是标配的我们华为乾坤的 ADS SE， 它的高速领航辅助 NCA 也非常强。当然，这一次我们升级了我们的整个系统，应该是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它让我们高速出行轻松无压力，能力也在进阶。在智能上下匝道辅助上，高速联系的过弯，平顺驾驭全程；在智能过弯辅助上，跨省的长途自驾一路从容稳行。那么在智能的变道辅助上，路况自动适配，自如应对万变；在智能调速辅助上，路况自动的适配，自如的应对。当然，在我们的一些避障的一些方面，对于突发避障的预判，也能一路安心随行。那现在我们的全新深蓝 S07搭载我们的华为乾坤激光版，它在高速上的整个接管里程怎么样呢？我们做了测试啊，在高速领航辅助 NCA 上，平均接管里程已经超过了1500公里。什么概念呢？可以从北京到上海，而还要远得多，对吧？最近雷总从北京到上海，大家才知道这个直播距离是1100多公里，对吧？那马上要迎来5一小长假了，欢迎大家开着我们全新深蓝 S07的华为乾坤激光版去体验一下它的整个的这种能力。那在园区领航辅助 NCA 上啊，当然这个我们正在开发，应该很快会有 OTA 给大家。它无需记忆的路线，可以帮您在园区内直接找车位停，支持提前选位，智能避让行人、车辆，收藏车位被占也能找到其他车位停，支持全国超100万座的园区和停车场使用，彻底解决我们进入园区之后的最后1公里的烦恼。那我原来讲过啊，华为乾坤在泊车界如果说第2，没人敢讲自己是第1。它拥有同级标杆的泊车辅助，特别是这一次我们的华为乾坤激光版搭载到了全新深蓝 S07之后，它的整个的泊车能力进一步加强，复杂车位可见即泊格，泊车综合效率业界领先。它识别高，泊车高效便捷，能够快速精准的识别垂直车位、平行车位、斜列车位，甚至断头路、窄车位、无规划线的这种没有画过线的空间车位都能轻松识别。它场景多，停车更自由，支持各种复杂泊车场景，极窄的车位、窄通道的车位、靠墙平行车位、断头路车位、什么嵌草砖的车位等等，都能够轻松停。同时，它可以多方式、多角度的泊入泊出，支持车头车尾泊入泊出、人驾泊入、智能泊车辅助泊出、泊出方向可选等等等等各种泊法，轻松掌握。所以现在开了华为乾坤，我发现我的泊车能力都变差了。当然，有了华为乾坤激光版，我感觉我不需要泊车能力了。那它整个同级标杆的泊车辅助帮我们停进各种刁钻的车位，实际上成了我们用户泊车的叫定心丸，对吧？这里面各种各样的智能泊车辅助、离车泊入辅助、遥控泊车辅助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轻松去做选择。
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循迹倒车辅助 RA， 帮我们解决进退两难的这种脱困神器。比如说啊，像有一些路你走进去，发现是一个断头路、死胡同，然后路又特别窄，有很多人想倒出来就很难。但是有了我们华为乾坤之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对于小于30公里每小时车速啊，我们可以自动的记忆行车的轨迹，自动根据驶入的轨迹倒车返回原点。所以遇到什么死胡同没关系，前路不通，轻松返回。咱再也不需要一会儿看左边，一会儿看右边，一会儿看360，对吧？连滚带爬了，我们就轻轻松松、从从容容，原路倒出去。那为了把我们全新深蓝 S07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能力展现得更淋漓尽致一点，为了给大家更多的情绪价值，这一次在全新深蓝 S07上，我们全面升级了辅助驾驶小蓝灯，帮您守护出行的安全灯塔。大家注意看，我们日行灯，对吧？我们专门在前脸上增加了2个极其显性的竖条小蓝灯。我们后视镜实际上在我们的 ADS-SE，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上也有这个小蓝灯。同时我们在尾灯上这次也内嵌了专属的小蓝灯。当咱智驾开启，实时提醒周边的车辆行人，彰显安全担当，也给我们使用我们华为乾坤激光的用户带来更强、更显性的我们的感性的价值。那讲完了我们整个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升级，讲完了全新深蓝 S07搭载的华为乾坤激光版的能力之后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的动力。在过去的用户反馈里啊，我也罗列了我们用户对深蓝 S07动力表现的 NPS 净推荐值。他们最喜欢的 TOP5是哪些呢？一、起步和超车性能，那不说啊，杠杠的。第二，高速城市路况的动力性。第三，充电效率。第四，动力的响应性。第五，续航达成率。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有点重叠，是因为我们用户这是他们的真实的声音，所以每个人归纳不一样，我们完完整整给大家做了呈现。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大家一些最直接的期待，就是啊，觉得我们的续航能不能再长一些？我们买纯电呢，让我们长途出行没那么大的压力。那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超充续航王了。真实长续航，给咱的用户带来自由出发的省心感，带来低能耗、强动力、超快充的体验。那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是630公里的超长纯电续航，跑得远、充得少，还省得多。那我们做的这些有哪些技术啊？我跟大家罗列几个。ASPEC 这是我们自己因为注册的啊，就是能效寻优的控制技术，让我们整个车辆的工况效率，我们电区的工况效率达到了92.3%。同时，什么低滚阻的技术咯，低风阻的技术哦，等等等等，轻量化的技术都改善了我们整车的能耗。同时，进一步跟大家举个例子，为了极致的改善我们的车辆的能耗，我们在低压端的低功耗设计也想了很多方法。我们整车低压功耗比行业主流降低了20%，性能提升了10%，控制器的数量减少了15%。所以我们最终兑现给用户手中的就是实打实的长续航的体验。那大家关心常温下630公里，能耗也低，那低温怎么样呢？我们低温能耗啊不妥协，所以我们标配了高效的热泵空调系统。低温冬季我们空调能耗降低了50%以上，续航提升了30公里以上。这是我们多热源智能热泵循环与动态热负荷反馈控制技术、全场景智能防雾技术等等的实力支撑。我们这个热泵还有一个特点啊，它的工作温度可以低到零下-30度。
我们有很多车的热泵到了零下-10度以下不好用了，那我们这个热泵的工作温度可以低到零下-30度，实现多热源的切换，无惧严寒的挑战。那也有人说，你低温好，你高速行不行？那我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高速能耗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啊。我们这个车辆双阻力优化，我们的续航提升21公里，9项风阻优化的举措，风阻系数我们就在这9项举措上降低了38个抗子。同时，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空气动力学的反复打磨。另一方面是机械阻力的大幅降低，我们制动卡钳的升级，卡钳拖支力矩降低了67%，轮毂轴承的优化，轮毂轴承摩擦力矩也降低了47%，把每一份不必要的能量损耗都降到最低，把每一度电都实实在在的转化成我们用户可用的续航里程。那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的常温续航能耗，讲我们低温续航能耗好一些，我们的高速续航能耗好一些。那我拿个数据跟大家说啊，我们做了低温高速能耗的测试啊，这个是我们的数据啊，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叫续航达成率指标。那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高速，我们的续航达成率。我们全新深蓝 S07， 这个当然是一个工况会比较严格。我们的高速续航达成率64.8%，而我们的友商多少呢？有3个61、60.9、62.5，比我们低了几个百分点。同时，在零下17度到零下24度的极寒环境中，当然这个数据大家可能看起来说这么低，实在现在这是电动车的痛点。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用户的痛点，我们做的比别人好一些。所以我们全新深蓝 S07可以在低温极低的温度下，续航达成能够做到47.8%，而我们的友商42点几，或者45点几、42点几，应该来说我们实现了同级的领先。全新的深蓝 S07啊，实现了在低温和高速续航能耗上的双优表现。那除了续航能耗大家关注，大家对动力也关注嘛？当然，现在用户的满意度也比较高。我们全新深蓝 S10华为乾坤激光版，动力输出不疲软，100公里加速7.5秒，电驱系统功率密度啊超过了2.67千瓦每公斤，电驱功率密度相比于我们行业一些主流水平提升了30%，扭矩提升了21%。同时，我们再配合上我们的电池无局功率控制技术，动力输出啊明显更加高效。在电动车领域啊，我告诉大家，痛点还是有一些。刚刚讲到了高速续航、低温续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个痛点，就是低电量动力衰减的现象。当然，我们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坚持做到了 DSOC 动力不缩水。50%的电量动力性能也能同满电的水平。我们这里面背后是有我们的技术叫 DFC 主动功率控制技术硬核支撑，确保了在低电量的工况下依然能实现高效稳定的动力释放。用户啊再也不用担心电量见底就不敢踩油门，人家说的叫什么有电一条龙，没电一条虫，不需要了。全新深蓝S07华为乾坤激光版，有电没电都是一条龙，真正兑现了全场景无焦虑的极致驾驶体验。动力性这个话题啊，除了我们的低电量是一个痛点，其实低温也是一个痛点。很多电动车一到冬天了，动力就会打折扣，而全新深蓝 S07低温性能绝不逊色，低温动力性能提升了55%以上。这得益于我们的微核高频脉冲加热技术，实现了全域的适配，高效宽温域的热泵系统，拓宽了我们低温的边界。我们座舱余热再循环的技术，实现了热能的智能分配，在保障温暖的同时，也为动力系统减负。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我们的微核高频脉冲加热技术。那解决了续航和动力性的长期痛点后，我们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
补能效率怎么样呢？这个补能效率啊，这是用户最后的焦虑闭环。只要我们能解决用户很大的问题。全新深蓝 S07 搭载了3C 的超充，高效补能，从30%的 SOC 充到80% OC， 就是315公里，低于15分钟，省时省效，告别等待，对吧？今天我去买咖啡，然后其实一个人没有，但是因为前面有一些外卖，所以我等了15分钟。我发现就是我等咖啡的时间，它已经充了300多公里了。所以周末短途出游，一杯咖啡的时间就续航拉满了。那用户补能焦虑在低温环境下会被放大，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用户痛点，就是极低温下的补能速度的问题。我们全新深蓝 S07 低温充电不焦虑，低温充电时间呢，相比我们主流缩短了54%以上。这里面得益于我们搭载了微和高频脉冲加热技术。配合多热源的智能热泵循环电池加热技术，以及电区的堵钻加热，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电池快速升温。也就是在极低温度下，我们的充电枪插上去，我们先不充电，先把电池加热，等到热加上来了之后，然后我们的充电速度自然就非常快。这真正实现了全场景的快速升温，做到了全场景的补能无忧。那讲了我们的智能化，讲了我们动力，我们先来看看，回顾一下我们全新深蓝 S07 的颜值啊，同级颜值天花板，每一眼呢皆愉悦。一辆好车啊，不仅要好开好用，更要好看。全新深蓝 S07 从内到外，把颜值和质感都做到了极致。首先，它拥有中型的尺寸、越级的轴距和领先的体态。4.75米的车长，1.93米的车宽，1625的车高，带来了2.9米的越级轴距，以及0.611的黄金轴长比，以及0.842的高宽比和0.342的高长比，保证了宽适的乘坐空间，更赋予了车辆的低趴运动的视觉气场，实现了空间与美学的完美平衡。这台车S07，管它在原来在 S7还是后来的 S07，全球所有用户对它的整个设计的评价是完美。那在灯方面啊，我们智能的星河灯组吸睛又有范儿，辅助驾驶小蓝灯、深蓝之眼日行灯、星耀透气大灯和星焰贯穿式尾灯点亮的瞬间，科技感、辨识度都是拉满的。我们无框的车门，20英寸的能亮的锋刃的轮毂，以及我们的1.9平方米的揽星全景带电动遮阳帘的天幕，应该来说，整个带来了引领潮流的科技美学。我们拥有5个时尚潮流的车色啊，包括这个舞台上的赤光黄，包括我们的赤云橙，当然这2个颜色都是双色车身啊。以及星耀黑、冷心白、月岩灰，这消费者非常喜欢的3种颜色。那在内饰方面，我们从最开始的 S07到今天，我们都是豪华游艇的内饰环抱式设计。那整个触手皆豪华，沉浸式的舒享。这里面材质的使用绝对是顶流的，全车内饰几乎全部都是软包的包覆。软包的面积达到了10.7平方米，而且100%使用了环保的面料，可触皆柔软，可触皆环保。全车的座椅，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坐这台车。现在整个我们前车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背部乘坐非常柔软，领先行业30%以上，10毫米厚的厚海绵，而且用了一些高密度的发泡技术。高密度的高回弹的特性，我们的坐垫整个回弹性很优越，让我们坐起来又舒服，同时长途驾驶也更舒适。因为它使用了20毫米厚的发泡记忆海绵，而且它的整个的密度达到了95公斤每立方米，应该是明显的领先于行业的相关的水平。同时，那这里面同级首发了我们石墨烯加热、石墨烯理疗。
以及配备了主驾16项电动调节、副驾14项电动调节、8点式座椅按摩、一体式4项电动腿托、120度平躺，以及记忆和迎宾功能、座椅的通风、加热功能等等等等。总之，大家就记住，就是我们全新深蓝 S07的整个座椅配置是拉满的，对吧？最高大家可以选到双零重力座椅。当然，在类似的氛围感的打造上很重要啊。我们浮光律动的音响氛围灯，就是大家看那个门板上的那个氛围灯了，对吧？同时，我们的仪表台板上那个氛围灯氛围非常足，是真金属的，我们的这个音响的这个是真金属的刻蚀工艺加 3D Mesh 光学增强的工艺。这里面我们为了把这个灯光的效果做好，是用了上千次的设计、上百次的评审，我也都反复在参加、在打磨。最后我们要的就是做出那种奔驰和迈巴赫的那种感觉。星河律动的中控氛围灯，就是我们中控台上的，有2894个星河律动单元，整个长度达到了4米，就是整个的加起来的星河律动的光效，所以夜晚的行车这种感觉非常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空间我们来看一看啊，全新深蓝 S07空间全为领先，处处皆舒适。它这里面前排的有效头部空间1009毫米，后排的有效头部空间995毫米，后排膝部空间就是我们人坐进去是一个大人体坐进去，往前还有125毫米，所以翘个2郎腿一点问题没有。后排大沙发宽是1370毫米，全面超越了我们友商的水平，这儿有数据就不跟大家一个一个念了啊。同时有全车28处的储物空间，日常的杂物全都有地方放。我们纯电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今天发的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我们整个应该说前备箱的容积是125升，也增加了额外的储物空间。同时在内饰上，我们也带来了3种内饰颜色：热浪橙、木烟紫和悦雾灰，满足不同品质的要求啊。我原来就跟大家推荐过，我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个木烟紫啊，因为我现在就在开这个木烟紫的车，非常好，非常的时尚。那讲了我们的设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座舱啊，100万舒享舱带来了身心愉悦的舒心感。我们把豪华车的配置直接下放到了全新深蓝 S07上，让每一位用户都能享受到100万级的舒适体验。我们搭载了高通第4代数字座舱骁龙 8295P， 作为旗舰的车规级的芯片，整个车机更加的流畅。DeepOS 4.2 智能操作系统会学习能进化的智能交互体，支持3D 车控、随心分屏、自定义场景积木、行业首发的柔性桌面、深蓝专属可变字体等等等等。同时搭载了 DeepAD 的 AI 的大模型、AI 的智能伙伴、车外语音，真正做到智能、便捷和好用。同时，我们打造了观感延伸、沉浸声场、豪华舒享、秩序交付、百变空间5位一体的智能座舱体验。在整个屏幕上，智慧5屏、智趣交付，15.6英寸 2.5K 超高清向日葵屏，配合55英寸 AR HUD 全息式增强现实系统，以及4.2英寸后排功能触控屏，以及我们的可以拓展的后排2个 Pad 的接口。那在音乐上，大家这个声音听很在乎，20扬杜比音乐厅，媲美迈巴赫尊享的100万级视听盛宴，2232瓦的20声音通道，整个杜比全整声 7.3.4 的声道系统，听起来非常棒。这个音响。那在睡眠空间上啊，大家现在其实好多时候也很关注在车上休息，我们打造了一个专属静谧的座舱，这里面可以有效提升我们30%的睡眠的效率，全包裹式的婴儿级睡舱的体验，氛围灯、定制声场、零重力按摩座椅、助眠的深景等等，
无感的深井睡眠座舱，在2025年持续奖中，我们全新深蓝 S07获得了年度卓越的座舱奖。那在整个的，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纳米水离子负氧空调，5到20纳米的纳米级水离子及负氧离子，高效除菌、中和异味、锁水保湿，车内空气时刻保持清新和健康。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车载的智能冷暖箱，4.7升的车载的智能冷暖箱，3到20摄氏度和35到50摄氏度冷暖自由切换，可以保障大家在夏季出行的时候喝个凉水，冬天的时候能够喝个温水。同时，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智能的生态重构人车交互的边界，比如说 OLED 的生态仪表屏，适配多场景的深蓝妥妥爹，这是我们生态的爆款产品啊，以及后排的拓展屏、游戏盒子，再到智能车载香氛、中控外接物理按键，每一项配置都在打破传统座舱的功能边界，真正做到好玩又好用。同时，大家看看这我给大家举一些场景，豪华的移动化妆间，对吧？我们女主人出去的时候化妆不方便，我们有化妆品恒温保存箱放在我们的冰箱里，对吧？我们可充电照明的带调光功能的化妆镜，对吧？大家看这个画面上，我们后排隐私玻璃，对吧？化妆隐私，我们后排的大沙发，整个这几个一家秒变了豪华的化妆间。所以我上次讲叫用合适的化妆品搭配对的光，作用最舒适的环境化最动人的妆，时刻的让我们的女主人精致的出行。同时，这是一个舒适的 SPA 空间。当我们累了，对吧？我们或者中午午休的时候，开启零重力按摩座椅、石墨烯加热理疗、纳米水离子负氧空调、杜比音乐厅，让我们可以躺享精致的 SPA。同时，这是一个温馨的武器房，对吧？刚刚那种场景也是。同时，我们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武器的需求，我们专门做了很多研究。我们可以一键联动我们的氛围灯、定制声场、零重力按摩座椅和助景的深景。我们深蓝汽车联合重庆大学深景研究中心、中国睡眠研究会共同开发认证了全新深蓝 S07的车内睡眠空间。这是一个经过认证的，是一个非常温馨、舒适和高效的午睡房。当然，你睡到一定时候，它还可以闹铃把你叫醒。那讲了我们的座舱，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稳行老司机的底盘。稳行老司机行驶有乐趣，乘坐更舒适。一辆好的车不仅要智能、要舒适、要好开、要好坐，同时更要安全和开着舒适。全新深蓝 S07把操控与舒适做到了完美的平衡。首先，天生后驱的架构，自带驾控的乐趣，更安全、更稳定的硬件。这份乐趣建立在更安全、更稳定的硬件之上，包括我们同级领先的全系标配的博士第2代 IPP 系统、后铝合金 HB 路感优化的液压寸套等等等等。同时，要特别给大家推荐，我们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其实包含我们 S07、L07都上了我们的底盘的这个黄金组合。我们全系标配了同级唯一的可变自适应悬架，它搭载了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和 HRS 液压式回弹制动系统，这些是在豪车上才能看到的。同时，它拥有了一个会思考的阀门，让我们在日常的颠簸路况下通吃，而且它又拥有了液压缓冲系统，能够专治各种坑洼、拉伸、冲击。所以我们 S07也好，2007也好，坐上去的这种整个行驶的稳定性和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全系标配的同级唯一的可变自适应悬架 FSD 和 HRS， 可以有效抑制我们车辆的初级晃动和改善它的次级震动，让我们刹车不点头、过弯不侧倾、起伏不抛跳、烂路不颠簸、坑洼不弹跳。首先，刹车不点头更平顺，我们的整车俯仰加速度、梯度
以及加速整车俯仰梯度数据，全面优于我们友商的水平，包括优到了30%到40%的这个水平。所以它不管在刹车还是加速的时候，整个车身的姿态非常好。它在过弯不侧倾，更平顺。我们在蛇行65公里的时候去试验车身的侧倾度和车身的整个叫梯度的数据，大家可以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试验，我们蛇行65公里每小时的试验车身的侧倾度，以及我们车身的侧倾度和侧倾梯度的这么一个数据，我们也优于我们友商和27点几的数据。那在整个我们在高速通过起伏路段，整个我们的顶升强度和我们的高速通过起伏路段的抛跳幅度，也全面优于友商的水平，优了多少？20几和60几，这个就不跟大家一个个练了。在烂路方面，我们破损水泥路的侧倾度的侧倾的加速度，包括通过烂路减速带，我们减震器 Z 向加速的峰值和我们通过减速带的余震 Z 向加速的峰值，也都全面优于我们友商的水平。当然，我们还可能会遇到这种坑洼，对吧？我们混凝土坑洼路面座椅 Z 向的加速度，混凝土坑洼路面我们头部晃动的 Y 向加速度，等等等等，都全面优于我们的友商的水平。那全新深蓝 S07的硬核驾控也实现了实力的圈粉。最受用户欢迎的就是在我们的底盘上面，我们把它拆开来看，我们的用户推荐值啊，大家注意，这个数据非常的高啊。我们的行驶平顺性、行驶稳定性占到了96.9%的推荐值，我们的转向性能达到了93.3%的用户推荐值，我们的路况通过性达到了90.7%的通介值。应该说，我们的 FSD 和 HRS 这一套黄金组合的我们的底盘的系统，让我们的全新的深蓝 S07在我们底盘上面、质感上、驾控上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所以现在深蓝的车型，不管是 S07、L07，包括 S05，当然我们 L06的磁六变悬架更是得到了用户的一片的赞誉。我们深蓝的底盘终于在这几年的成长过程中，找到了我们的操控性、稳定性和舒适性的用户的最佳的平衡和用户极高的评价。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激光智能中型 SUV， 我们不仅是要造一台车，更是要做中国智驾体验皮权的推动者，让更多人都能用最好的智能辅助驾驶，让科技普惠每一位、每一份热爱出行的生活，普惠每一个热爱我们深蓝的用户。全新的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啊，它实现了价值的引领、旗舰的体验。它有一个行业首发的技术，3大行业领先的技术，12大同级领先，57大同级的12大同级首发，不好意思，57大同级领先的技术，把旗舰体验普惠给每一位喜欢深蓝的用户朋友们。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了什么版本啊？全新深蓝 S07华为乾坤激光版，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630 MAX 加华为乾坤激光版。我们用豪华的配置，包括华为乾坤激光 ADS4 Pro 城区领航辅助、高通骁龙 8295P 车机芯片和 DeepOS 4.2 操作系统，15.6英寸 2.5K 超高清中国屏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加 HRS 液压式回弹制动器，以及我们的内饰座舱的高品质氛围灯等等等等，为用户打造全方位的越级体验。那么我们全新深蓝 S07 630 MAX 加华为乾坤激光版上市价格是多少呢？我们做了一些思考啊，那肯定是我们的整个上市的我们的这个官方指导价跟现在比起来肯定是不能变的，所以它是16.49万元。那接着啊，
我们还带来了全新深蓝 S07 630 Ultra 华为乾坤激光版。当然配了很多东西啊，我都不给大家介绍了，包括华为乾坤激光、城区领航辅助、高通骁龙 8295P 车机芯片、DeepOS 4.2 操作系统、FSD HRS 以及副驾14项零重力按摩座椅等等，把用户想要的豪华体验一次性全部给足。那它的价格又是多少啊？当然，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版本比起来，指导价是不变的。17.49万元。当然，为了回馈所有支持我们的用户，我们还带来了诚意满满的上市专属权益啊！在5月31号前下定，并在7月31号前提车的用户，还能限时享受专属现金大礼包5000元。所以我们的价格是630 Max 加15.99万元。630 Ultra 16.99万元，也就是这么大一个中型 SUV， 大家如果要买到华为激光，可以在15万级就能买到了，所以是15万级啊，我们不是20万以内啊，我们是在15万级就能让大家买到我们的华为乾坤激光版。当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上市权益现金大礼包。同时还准备了我们9大超值礼包啊，这里面包含我们除了这里面有几个给大家念一念啊，一个价值6000元的智航礼，用户可享受 ADS 高阶功能包的补贴6000元，以及价值359元的智享礼，这里面主要是大家买了可以免费体验31天，价值3000元的换购礼，也就是说大家置换。还额外有3000元的置换礼，以及价值24000元的金融礼等选装礼、充电礼等等等等，不给大家一个一个列了。所以，我们的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真正做到一步到位，用普惠的价格和诚意的权益，兑现智驾平权的真正的真承诺。我们的全新深蓝 S07。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20万以内啊，这个当然主要20万以内长续航华为乾坤激光的新标杆。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下定通道即可开启，欢迎大家去抢订。目前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已经到店上市即交付，欢迎大家到店体验我们15.99万和16.99万的全新深蓝 S07 的华为乾坤激光版。今天我们正式发布了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我们坚持电动平权，让高效电动触手可及；我们坚持智能平权，让顶级自驾全民共享。当然，借今天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上新的契机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们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明天，也就是4月21号，明天，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全球战略发布及全球伙伴大会将正式启幕。这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成立发布及全球伙伴大会将正式启幕。这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成立